你们猜猜看，我今天来到什么地方？请你看看四周围哦。啊，是中央商业区啊！看到周围的这些白领人士哦，就让我想起，其实我在进入娱乐圈之前，有大概1年多的时间，也曾经当过白领哦。往事只能回味。白领指的就是那些比较少从事体力劳动，主要是脑力工作者的上班族。那一般的白领呢，大多数都是在办公室里办公的。想当年，我每天的工作呢，就包括在办公室里接听电话、整理一些文件。或许当时我的年纪还很轻，又或许我当白领的时间不是很久，所以呢，我并没有遇到白领常见的健康问题，像肩膀痛哦、头痛、这里痛那里痛的。到底白领该如何养生呢？有一位娱乐圈的阿姐啊，她就曾经也是位白领哦。哎，原来哦，你曾经也当过白领哦。对，我做过 receptionist 接电话的，hello， 还有做过 clock 打字啊。OK， 多久啊？那个时候大概1年的时间而已，然后我就去当空姐了吗？是。那么你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呢，你会不会觉得说有些什么健康上的问题啊？我背的包包都特别重，里面带太多东西了，可能会影响到我的脊椎。记得那个时候我有去照过 X 光，然后我的脊椎好像是有一点不是直的，是有一点弯的。医生好像说叫我多游泳，多做运动，然后之后我就没有再查了。没关系，我们今天要找的医生呢是一位脊椎矫正师，年轻的还是老的？很年轻的，而且很帅的。Dr. Jeff， 你医过很多的这些白领人士哈，那一般上他们来找你的时候呢，他们是面对一些什么健康问题呢？基本上呢，大家都会有身体的痛，很多时候呢，上半身，比如说肩膀酸痛、颈项痛或者头痛；下半身呢，比如说很多人腰痛、膝盖痛、腿麻痹，都是因为白领做太多，姿势不好，然后影响到血液循环，压到神经线，这样子就会开始痛。这都跟脊椎有关啊？对，因为脊椎骨是保护你的神经系统，神经线从大脑通过你的脊椎骨到你全身，所以压到神经线呢，就会不同的地方疼痛。那你会怎么样帮你的这个病人看诊呢？每个病人来的时候，我们会花些时间坐下来谈一谈他们的所有的问题，然后我帮他做一些身体检查，然后按照这些检查的结果呢，我会觉得需不需要拍一些 X 光，或者呢，我们就直接可以开始做些治疗。那今天既然来到这里，我可不可以也做一个检查一下，看我哪里出了问题？可以，没有问题。第一部分我先就是检查你的姿势平衡不平衡，你的左边肩膀跟耳朵高一点点，腰右边有一点高，所以我怀疑脊椎骨是有一点弯的。我真的想不到这么多年了，我的脊椎有一点歪的这个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需要一个专业的治疗，才能够好好的帮他矫正过来。那 Dr. Jeff 呢，叫我左动动右动动，然后他都会问我会不会痛，因为痛的地方就是问题的所在。然后往后弯，感觉怎么样？有些不舒服是吗？后面那条有点紧。对，我觉得你的颈项这里比较僵硬。其实我知道啊，钟情呢他是非常热爱运动的，然后呢，没想到啊，经常活动的一个人呢，竟然脊椎呢确实有问题的。可想而知哦，那些白领人士，他们经常都不动的，那他们的问题会不会是更大？还是早点去检查一下比较好？那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可以开始做一些治疗。其实他说要帮我治疗的时候，我是有一点担心啦，因为我怕痛。首先呢，我用我的按摩器先把你的后背肌肉松开来一点，这样子呢，就是不会那么僵硬。对。OK， 我们从肩膀这里开始放松，慢慢的吸一口气，然后吐气。哎呀，没事吧 ？OK？ 会痛吗？没有痛。所以看到钟情在做那个治疗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有点害怕。当下我听到他咯啦一声的时候，我立刻就问钟情：“没有事吧？”呀一声，我吓到了，然后其实不会痛的，只是我吓到，为什么这样大声？所以刚才那一声是什么意思呢？啪一下，那个声音是因为每个关节里它是有一点气会跑出来，它会一点泡这样子声音。OK。哇！我们现在就是找到一些关节很僵硬，所以我这样子帮你开始松开来一点。你自己运动加上我们这样帮你矫正，就是最好的方法来保护你的脊椎骨。很轻松一点。太神奇了，真的是跟之前不同，整个肩膀跟颈项的部分都放松了。那医生啊，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脊椎呢能够保持健康？
最重要就是检查你每天的姿势，比如说白领每天坐着看着电脑，你的椅子应该有点靠背，就是靠住，然后你的 keyboard、你的 mouse 更靠近身体，手呢应该放在身体边上，垫住更好。做的时候尽量脚平放，不要叉脚，这样子更好。尽量每个小时站起来走一走、动一动，做一些动作，这样子才有帮助。那你来教教我们这些动作好吗？对，好，没问题。首先，我们教你怎么样松开肩膀这里。你把你的右手放后面，然后往下拉，头往左边，在这个位置30-40秒，然后换另外一边2、3次这样子。对，最后一个运动，首先你蹲下来，手放在脚上，然后从这个位置呢，你慢慢的腿直起来，蹲下来，这样子做10下。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来，就是松开你的背，整个大腿这里来站起来。我的妈妈。谢谢。谢谢李先生，谢谢。假如现在让我重回职场，成为一名白领，我可以想象到我所要面对的各种压力，人事上的压力，工作上的压力，还有办公室里马力十足的冷气吹得我直发抖。这画面好像有点凄惨，对不对？最糟糕的是，我身体呢还可能会出现各种亚健康症状。到底什么是亚健康状态呢？为什么白领人士的身上比较容易出现亚健康的问题？亚健康呢是身体失调，然后它没有进入到一个生病的一个状态，所以它主要表现在于身体的状况，比如说疼痛，不然就是心理的情绪因素，不然就是社会适应反应这一方面。那为什么说白领族是这个亚健康状态的高发群呢？白领人士呢，他们属于脑力劳动者，他们长时间工作，然后劳累，经常熬夜，饮食不节，然后又缺乏运动，这些都会导致亚健康的一个生活状态。如果白领人士呢想要养生的话呢，他就要避免这些不良的作息，那能够预防亚健康呢转变为慢性疾病的一个发生。那我们白领人士的话，常见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神疲乏力啊，注意力不集中的话，我们都规范为肺脾气虚的一个现象。那我们中药方面呢，我们经常用黄芪跟红枣配起来一起泡茶喝，它都有一个调养气血的一个作用。对于那些上班的时候劳累的人都特别适合喝。那针对其他的症状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药方？另外一个常见的亚健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白领人士呢，经常熬夜加班，他们到了一个时间会开始觉得口干舌燥。那对于这些人群呢，我们经常用的就是枸杞跟那个菊花配在一起泡茶喝。对于那些眼睛看电脑看得劳累的话，菊花跟枸杞是非常适合的一个选择。它有那种清肝明目，让你眼睛不会那么干、那么劳累的一个功效。然后我们可以一面工作一面慢慢喝，到了最后我们还可以把那个枸杞放在嘴里面吃。那除了食疗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来改善我们身体的亚健康状态？随着科技的进步呢，我们也引进了仪器理疗来为病患调理。那我们有日本先进的干涉波治疗仪，通过在体内形成低频干涉内生电流，来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我尝试的是干涉波疼痛治疗。干涉波听说呢能够缓解疼痛问题，非常适合那些全身疼痛的白领人士。我的是左边肩比较酸痛。对，哇。那我是跟杨医师说吧，我是肩膀这个地方有点痛，那他就针对这个地方呢放了那个吸附杯针对这个地方治疗。冷冷的。那之后呢，他就开始启动那仪器啦，我就感觉到好像有点点电流这样流进我的体内。现在有感觉吗？还好哈，我就慢慢加大哈。可能我的那个忍痛能力比较强所以我就叫医师调高那个强度之后呢就感觉到真的是好像有点起作用了。有感觉了，可以吗？震动。这个干涉波疼痛治疗呢，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有点像拔罐，有一点像推拿，它有这个拔罐的吸附力可是没有拔罐那么痛。同时呢，它也有这个推拿的作用，因为它就是很针对我疼痛的地方给予这个按压的那种感觉。你看我右边的肩膀，它自己会动这是正常的吗？这是正常的。OK。
那做完了这个治疗之后呢，感觉到这边的肌肉没有这么的僵硬了，比较松了一些。医师有说1个礼拜做1次呢，可以达到更好的养生效果。这个呢是涂色解压法，是种艺术治疗的方法哦。据说，当一个人呢能够静下心来，很专心的去彩色的时候啊，他能够达到一个疏解压力的效果。我觉得白领养生最大的绊脚石呢，就是他们的精神压力太大了。幸好市面上呢有各种各样的艺术治疗法来帮助他们解压。就不知道这位爱搞笑又有艺术天分的网红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体验体验？哎，小芬，我知道你特别喜欢画画，你会不会呢通过画画来排解压力啊？会。可是画画可不可以排解压力，其实要看情况。怎么说？纯粹就是把它当做一种消遣的话，那就可以解压，而且还可以帮忙抒发一些负面的情绪。OK。可是呢，我的插画其实都是 po 在我的 IG 还有 Facebook 嘛，跟追踪者也不少。会等我要画东西，然后我又没有很积极的去更新的话，我会觉得压力很大。放心，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减压法可以介绍给你的，叫做 Zentangle 缠绕画。缠绕画艺术其实非常简单，容易学。它只需要4个元素，就是点、线、弧线跟环来重复的画，然后组成各种图样。OK， 那它怎么帮到一个人解压呢？缠绕画艺术也被称为头脑瑜伽、心灵艺术，因为它透过作画的那个过程呢，我们可以把我们活跃的脑波从 beta 波慢慢的降到去 alpha 波。那 alpha 波其实是主宰我们人体的平静、静心的那个状况。所以当你作画的时候，你可以缓下心来，达到减压的状况。对于想要养生的白领来说，保持身心安定是很重要的。OK， 来，我们调整我们的坐姿，然后让我们自己舒服，然后做3个深呼吸。刚开始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先深呼吸，我觉得有点奇怪。可是我发现到，其实它可能就是一种前奏，让你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让你有这个心理准备。来，慢慢张开你眼睛。OK， 来，那我们开始了。首先呢，我们先用铅笔在角落打4个点，连成线变成一个框。作画的地方就是在你的框里面。我们第一个画的图样就是旋螺转，你要大的小的也可以，你要画几个也都行。缠绕画是没有错误的。要开始作画之前呢，我是有点压力的。所以你们看到我开始的时候呢，我画得很小心，每样东西都画得小小的。我就一直想偷笑，因为我就看到Evelyn她画得很细心，可是我自己这边乱画，所以会觉得很好笑。我们要在舒服的状况下画哦，所以你可以转你的纸砖，然后专注你的每一笔画，然后配合你的呼吸，慢慢一笔一笔的画。可能我非常的投入吧，到了后头呢，我就开始进入一个非常自由、非常豁达的状态，然后就觉得心情呢放松下来了。所以你看，只是结合点、线、弧线、环几个元素，就可以创作很多不同的图样。它跟平时我画插画很不一样。我画插画的时候是有一个目的性的，我知道我要画的是什么。可是缠绕画，我就是不知道它的成品会是怎样，所以其实我还很期待我的作品会长什么样子。很好，因为你很创意哦，真的，真的。我是那种画猴子呢就像大象的人啊。终于呢，今天有人竟然称赞我的画，有艺术细胞哦。感觉非常好，我真的觉得自己进入了这个 alpha 脑波的状态。许多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呢，都会把这压力转为吃的动力。像我在感到压力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想要吃甜食，像马卡龙啊、巧克力啊、蛋糕。吃了之后呢，心情的确是会好一些的。白领每天都得要面对重重压力，一遇到压力就暴饮暴食，长期下来，这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的。那白领到底应该怎么样吃才能够有助于养生呢？白领的工作量大，环境压力，作息不规律，所以他们会面对几项饮食上的问题。其中包括压力性饮食。压力性饮食指的是通过食物来缓解压力或者是郁闷的心情。由于高压的关系，白领会选择较不健康的食物，包括快餐、油炸食物、高糖的含糖饮料或者是甜品，因为他们觉得这些食物能够帮他们排解压力，但是这些食物会造成肥胖的问题。
哪些食物在我们吃的健康之余呢，也能够帮我们排解压力的？研究显示呢，地中海饮食或许能够帮助人们减少心理的困扰。地中海饮食指的是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饮食风格。它的特色就是以全谷类、鱼类、蔬菜、水果、坚果类还有橄榄油为主的饮食风格啊。所以你要介绍给我们的呢，就是遵循地中海饮食模式，然后呢又能够让白领吃了解压的一道菜肴，是吗？准确来说是要提倡地中海饮食的精髓，其中包括鱼肉、蔬菜还有橄榄油。首先，我们切我们的包菜、胡萝卜还有洋葱。不一样的蔬菜，它们有不一样的营养、不一样的维生素跟矿物质，对需要饮食均衡的白领当然非常重要。鱼肉的部分呢，因为其实我用的是冷冻鱼啊，所以必须先解冻。冷冻的鱼片哦，还有市场买的鱼片呢，是不是营养方面有差别啊？其实营养方面完全没差别哦。鱼好了，现在我要腌制那个鱼片。这个腌制过程大约10分钟，我们可以把饭锅拿过来。因为白领工作繁忙，所以我们也要以简单快速的形式来完成一道饭锅料理。把油倒入，然后再加洋葱还有鱼来炒香它。选择用鱼是因为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Omega 3，然后它也有较低的饱和脂肪还有胆固醇，所以对心血管非常好。这个低升糖指数的印度香米能够帮助我们控制血糖，还有饱足感也会更加持久。调味料的部分，我们有低钠的酱青、蚝油，最后我们要加水，覆盖米的分量就好了。把刚才的鱼铺上去，然后我们就可以盖锅了，它就是一锅熟的料理了。太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准备的鱼片蔬菜焖饭啦。我们也可以搭配一份水果，让它变成一份营养均衡的一餐。好，试试味道。好啊。好吃哦。这一份鱼片蔬菜焖饭会提供大概360大卡的热量，非常适合白领族，因为他们久坐不动，不能摄取过高的热量。太棒了。白领每天朝9晚5的工作，偶尔还得加班，常常会以工作忙没时间运动作为借口，所以他们每天从食物中所摄取的热量会远远超过所被消耗掉的热量。如果不纠正这不良的习惯，那要怎么样养生呢？我在想哦，是不是有一种运动能够让你好像玩游戏一样，一边玩一边消耗卡路里？会有这样的运动吗？Alfred。嗨，你怎么在这里呢？啊，听说你要找一个又好玩又可以消耗卡路里的地方，就是这里了。这里哦 ，OK， 我还是听得不是很明白，到底你在这里的原因是？其实我是一个健身教练，这就是我从韩国带来新加坡的一个好玩的科技项目，它就是有这个投影，加上地上的这个感应器，再加上那个音效，还有那个音乐，就让人家运动起来的时候，感觉好像在玩游戏一样啊。所以你们费了这么多心思呢，就是希望说能够吸引更多人来这边运动啊，尤其是那些缺乏运动的白领。对啊，在我们这边总共有大概70多种不同的项目，包括了有氧运动啦、阻力运动啦，还有核心运动，各种各样的，整体上来锻炼你的身体。听起来呢很精彩、很刺激，我可以开始了。好，我帮你找来了3位学员，今天可以跟你 PK 一下。来吧，谁怕谁呀？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 ，Let's go！ 越快越好，用脚就好，用脚不用手，用脚就 OK 了。可能是因为那个音响啊、灯光的关系，让我觉得非常的刺激，非常紧张。希望说能够做得最好，所以就尽情的喊，尽情的去做。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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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明最后一个，还有，看地上，看你的 number rest。OK。The next one is a burpee test， 在2分钟内做30下。And let's go。OK。要跳起来，加油加油！还没有1分钟，加油！不要停，不要停。你可以做慢一点，可是你不要停 ，OK？ 永明多一点 ，Brilliant！ 30下了 ，5、4、3、2、1，OK！ 哦，谁是最高？永明还有 Eunice。OK， 你们喘口气，只有30秒休息的时间。
我还活着，耶！接下来的是 ankle jump。OK，let's go， Evelyn。对了，我觉得自己做的最好的那一环呢，就是类似跳飞机的那个运动。我踩那些格子哦，踩得又快又准，我觉得很自豪啊。OK， 有4次哦，不是2次，4次，最后1次了，加油 ！Step on the process，Go！ OK， 谁最快？又是永明。OK， 我们已经要到了最后一个部分了。OK， 它总共有6个 targets， 它会在不同的地方出现，所以你要在它限定2秒或3秒之内，快点去动到它。OK， 准备好了没有？永明 ，Evelyn， 多10秒的时间。我要多10秒。对，你还要多10秒。好，多10秒。OK。做了第3个运动之后呢，我就完全没有办法，我就喊暂停。OK 了，我们休息一下。我需要点水。喝一点水。需要点水。我是在大喘气，我觉得真的有点好像不能负荷了，所以我就告诉教练说要休息，喘一口气，喝一点水。准备好了没有？我们要多6秒的时间。Evelyn， 永明 ，Get ready and go。那我觉得最好玩的运动呢，就是最后的那个，它需要考验你的这个反应能力。哎呀，不够快，这边！哎呀，不够快啊 ！Evelyn，OK， 永明灯 ，Evelyn 这边。可能因为很紧张哦，一直在那边四处的寻找，而且它时间好快啊，才不过给我们3秒的时间，要从这里跑到那里去，我真的是招架不住。那这项活动呢，就非常适合这些白领哦，因为他们时间很不够用嘛，对不对？那他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面呢，做一点运动，消耗卡路里，达到养生的目的。职场人士一般有超过1半的时间呢是奉献给工作的，只要有正确的养生观念，再利用有规律的作息，那职场人士就能够有效地达到养生的目的了。